这是一部绝对不敢在国内上映的印尼恐怖片《红衣女鬼》，其尺度之大和惊悚程度更是远超山村老师。在当地电影院里刚上映不到1个小时，就吓跑了一半观众，因为它正是由印尼真实灵异事件改编，并且融合了当地红衣厉鬼的民俗传说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此时你的手机电量肯定带了个数字5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马上开始。要说这事儿啊，还得从一场毕业派对说起。咱女主小美跟闺蜜卡拉那是从小玩到大的铁子，两人毕业寻思庆祝一下，就喊了一堆朋友在卡拉家的大别墅开派对。本来啊，大家都玩得挺嗨，喝酒蹦迪，结果没成想，这好好的派对愣是变成了一场噩梦的开端。小美这时喝多了，寻思去厕所吐一下，结果刚进卫生间，一个叫卷毛的男人后脚就跟了进来。这老损种喝了点猫尿，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，上来就对小美动手动脚，那给小美吓得一把给她推开，头也不回的就跑了，连跟闺蜜打招呼都没打。结果她这一跑就把闺蜜扔进了万丈深渊。第二天卡拉他妈梅姨回到家，一开门直接懵了，家里造的跟猪窝似的，酒瓶子扔得满地都是，最吓人的是卫生间的地上还有血迹，卡拉人却没影了，这可把梅姨给急坏了，赶紧报警啊，找朋友啊，整整找了1个月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那给梅姨愁的头发都白了一半。没办法了，梅姨就托人找了个当地的老法师，寻思能不能算算自己女儿到底去哪儿了。结果你猜法师咋说？法师拿着卡拉的照片，一套法事做下来，算了，没2分钟直接就跟梅姨说， Anak lu udah mati。梅姨当时就天塌了，本来还抱着一丝希望，寻思女儿是不是跟朋友出去玩了，结果直接被这句话给干碎了，整个人都崩溃了。这时候小美也听说这件事了，就想着过来看看梅姨，毕竟是自己闺蜜的妈，她也挺难受的。结果梅姨一看到她，就把她带到了女儿的遗像前，给她上了3炷香，接着就哭着问她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啥，卡拉到底去哪儿了。小美也没办法啊，她确实提前走了，啥也不知道啊，只能跟梅姨说，阿姨，我那天喝多了提前走了，我真不知道卡拉咋了。梅姨听完啥也没说，拿着水果刀转身就进了卧室。小美还寻思阿姨是不是太伤心了，就想进去安慰安慰她，结果跟了过去，一开门当场吓尿了。梅姨手里攥着一把水果刀，眼睛通红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那天参加派对的人的名字，接着就诅咒他们都下地狱去陪卡拉。那给小美吓得扭头就跑，鞋都差点跑丢了。你说这好好的一个母亲，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？小美慌慌张张的从卡拉家跑出来，正好碰到了那个老法师。法师盯着她看了半天，脸色大变。Teman kamu kenapa? Apaan? Teman kamu sakit? Teman yang mana? Di sebelah kamu? 小美当时就懵了，我身边哪有人啊？她以为这老法师是装神弄鬼想骗钱，没搭理她，扭头就走了。结果她刚走，旁边的玻璃上就闪过了一个女人的影子，原来卡拉的鬼魂早就已经跟着她了，只是她自己看不见而已。没过2天，怪事就发生了。当天骚扰小美的那个卷毛，这货那天晚上喝得烂醉，摇摇晃晃的回自己家，进了电梯就按了自己住的9楼，寻思赶紧回家睡觉。结果电梯刚到4楼，门竟然自己开了，殊不知外面站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，长头发遮着脸，一动不动的。卷毛当时喝多了也没当回事，就按了关门键，还寻思这女的咋不进来呢？结果电梯到了5楼，门又开了，还是那个红衣女人，而且这次她离电梯门更近了。卷毛这时候酒瞬间就醒了，他赶紧使劲按关门键，手都按抽筋了，就盼着电梯门赶紧关上。结果电梯到了6楼，门又开了，那女人直接伸手进来了，差点就抓到他了，还好电梯门及时关上了。卷毛这时候吓得一裤兜子汗，就盼着电梯赶紧到9楼，赶紧逃出去。结果就在这时候，他突然感觉身后凉飕飕的，卷毛吓得拔腿就要往外跑，结果女鬼一把抓住他的脚脖子，直接给他拖了回去。最后电梯门死死夹住了他的脖子，下一秒
这整个过程都被电梯的监控给拍下来了。第二天小美就收到了朋友发来的监控视频，她点开一看，直接吓傻了。视频里卷毛那叫一个惨，仔细放大视频，结果发现电梯外面真的有个红衣女人的影子。她这才意识到闺蜜卡拉真的变成鬼了，而且在疯狂的复仇。她赶紧把那天一起参加派对的朋友都喊过来，把视频给他们看，让他们赶紧想办法，不然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。结果这几个货一个个的都摇头，说小美你是不是魔怔了？这肯定是意外，哪有什么鬼啊？其实说白了，他们心里都有鬼，就是不想承认，不想惹麻烦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以为装不知道就能躲过去。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装糊涂，真当鬼是好惹的。这帮人说完扭头就走了。其中有一对小情侣，罗莎和她男友格瑞，他俩走在路上，罗莎就跟格瑞吵起来了。罗莎说，你那天明明听到卡拉喊救命了，你为啥装没听见？格瑞就骂他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别瞎说，要是被人知道了，咱们都得惹麻烦。你说这男的自己做了亏心事还不让人说，真够损的。结果俩人吵着吵着正开着车呢，下一秒俩人吓得赶紧下车查看，结果绕着车看了一圈，连根毛都没有，地上甚至连点血迹都没有，这就邪门了。刚才明明撞到人了，怎么会没人呢？就在这时候，格瑞突然看到100米之外那个红衣女鬼竟然反重力的从地上慢慢飘起来了。那给格瑞吓得嗷一嗓子就窜回车里了，一脚油门直接就窜了出去。咱说这男的是真狗啊，自己跑了，结果把女朋友罗莎扔那儿了。格瑞开着车跑得那叫一个快，心说可算把鬼甩掉了。结果这时候他手机响了，接起来一听，原来是罗莎打的。罗莎在电话给他一顿臭骂，格瑞当时就懵了。这时他慢慢的回头，就看到副驾驶上那个红衣女鬼慢慢转过了头，格瑞吓得直接一脚刹车，打开车门就跳下去了。结果刚跳下去，正好过来一辆越野车，咣当一下直接给他撞飞了，当场就没气了。罗莎后来好不容易跑回来，一路直接跑到小美家，见到小美就哭惨了，告诉了小美刚刚发生的恐怖一幕。这时候小美才终于信了，原来这鬼真的是挨个报仇，下一个就轮到他们了。这时候小美突然想起了那个老法师，之前那个法师不是说他身边跟着人吗？说不定那法师有办法。于是第二天，小美就带着卡拉的男友普特拉还有罗莎3个人一起去找那个老法师了。老法师一看他们来，就知道咋回事了。他拿出了一卷中国的阴阳经，跟他们说，你们知道啥叫红衣厉鬼不？原来这女人啊，要是穿着红衣服含恨而死的话，阴司是不会派差役来引渡她的，因为她的怨气会凝而不散，最后变成最凶的厉鬼，目的就是回来找所有害过他的人报仇，不死不休。也就是说，这鬼不把所有仇人都杀光，是绝对不会停手的。你们现在要是不想死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卡拉的尸体，化解他的怨气，不然的话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几个人一听，吓得冷汗都下来了，赶紧求法师帮忙驱邪。法师说不能保证能不能成功，他只能开坛做法试一试，让小美跟卡拉通灵，因为小美是卡拉最好的闺蜜，他俩心意相通，说不定卡拉能告诉你们她的尸体藏在哪儿。说完，法师就开始准备了，点了香，烧了符，还让小美喝了符水，紧接着就开始做法。没一会儿，屋里的家具就开始抖动，灯也忽明忽暗的，最后啪的一下，灯泡直接干碎了。小美顿时就感觉一阵天旋地转，紧接着就看到了一些破碎的画面，正是那天派对的场景。她看到卡拉被一个男人按在床上凌辱，卡拉还在疯狂的喊小美救她，但是她却看不清那个男人的脸。结果就在这时候，小美突然被惊醒了，谁知一抬头就看到那个老法师眼睛通红，嘴角流着血，显然已经被女鬼附身了。那法师疯了一样，直接扑向了角落里的罗莎，一把抓住罗莎的脚，咔嚓一下直接给掰了个720度，然后拿起地上的玻璃碴子就哭哭往罗莎身上扎260多刀。那家伙给罗莎疼得惨叫都发不出来了，血瞬间就喷了一地。小美当时吓得都动不了了。杀完罗莎，紧接着那法师又扑向小美，掐着她的脖子，眼瞅就要把她掐死。小美这时候都快窒息了，脸都憋紫了。还好旁边的普特拉反应快，抄起旁边的板凳，哐当一下就砸在了法师的背上。那法师被砸得顿了一下，转头就扑向普特拉，抱着他就往阳台跑。结果这被附身的法师跑得太急了，自己重心不稳，直接从阳台上摔下去了。这一下死的就剩小美和普特拉了，俩人吓得够呛。小美说，这样下去咱们都得玩完，我必须得去卡拉家看看，因为所有的事儿都是从那儿开始的，找找看肯定有线索。普特拉没办法，只能跟着他去了。俩人到了卡拉家，一开门，一股腐臭味扑面而来，差点没给俩人熏吐了。你说这得腐烂成啥样才能有这么大的胃？俩人捂着鼻子顺着味道找，到了卧室一开门，直接吓傻了。
卡拉的母亲梅姨早已吊死在房梁上了，关键是她还穿了一身红裙子。原来之前我们遇到的那些怪事其实有一部分正是梅姨干的，因为她女儿死了，她的怨气更大，于是就穿了红衣自杀，也变成了厉鬼要替女儿报仇。小美俩人没办法，赶紧把梅姨的尸体送去火化了，寻思这下好了，梅姨的仇报了，应该就没事了吧，结果却根本没用。第二天医院那边就传来消息罗莎死了，本来罗莎只是被掰断了脚，在医院养伤呢，结果他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来电显示是卡拉，他吓得把手机都扔了，下一秒他的病床就自己动起来了。这下直接把罗莎压成了折叠屏，当场就嗝屁了。而小美这边怪事儿也开始了，她刚把梅姨的事处理完，回到家就出事了。她那天晚上洗澡，刚进浴室，突然就被一个黑影扑过来，直接给她推进了浴缸里。浴缸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灌满了水，那女鬼按着她的头，眼看就要把她淹死。小美求生的本能瞬间爆发，好不容易挣扎着爬出来，结果转头一看，自己的弟弟拿着个马桶盖子，眼睛通红，上来就要往她身上砸。原来弟弟被女鬼附身了，小美没办法，只能扯下床单子，一把抱住弟弟。过了好半天，弟弟才终于恢复了正常，而那女鬼也消失了。小美这时候才明白，这鬼根本就没打算放过她，下一个肯定就是她了。这时候小美突然想起一件事，之前她去卡拉家的时候，碰到邻居跟物业吵架，说家里的自来水有股臭味，好几天了，物业也不管。她正跟普特拉打电话的时候，家里的水龙头滴答滴答的滴水，她突然就反应过来了，卡拉的尸体会不会藏在楼顶的蓄水池里？不然的话，自来水怎么会有腐臭味呢？小美想到这儿，赶紧让普特拉去卡拉家集合，自己先一步跑过去了。她一到了卡拉家就直奔楼顶，果然楼顶有个大蓄水池，她打开盖子，一股尸臭味直接就冲出来了，那味比之前家里的味还大，差点没给小美熏晕过去。她往里面一看，我的妈呀，卡拉的尸体果然在里面，泡了1个多月，都泡成发面馒头了，那模样惨不忍睹。小美赶紧伸手想把卡拉的尸体拉上来，结果这时候她发现卡拉的手里攥着一条项链，那项链竟然是普特拉的，是他俩的情侣项链，上面还刻着普特拉的名字。小美顿时反应过来了，可谁知下一秒，小美一头就栽进蓄水池里了。小美大声质问：结果普特拉根本不听，连忙把盖子盖上，对着里面的小美说：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知道的太多了。这时候小美才终于明白，原来真正的凶手就是普特拉。她看着卡拉的尸体，眼泪瞬间就下来了。原来那天小美其实听到卡拉喊救命了，但是她实在害怕，结果扔下闺蜜直接就跑了。你说你跑都跑了，就不知道打电话报警吗？到了第二天派对结束之后，普特拉来找卡拉，结果一进卧室就看到他的好兄弟马克光溜溜的睡在女友的床上，这搁谁能忍啊？普特拉当时就炸了，他觉得卡拉背叛他了，跑到浴室就找卡拉质问。卡拉那时候刚醒，哭着跟他解释，说他喝多了啥也不知道。结果普特拉根本不听，他被愤怒冲昏了头，一把就把卡拉推开了。结果卡拉没站稳，后脑勺直接磕在了浴缸的脚上，当时脑袋就磕了个窟窿，没一会儿就没气了。普特拉当时就慌了，但是他不想坐牢啊，就想了个损招，他把卡拉的尸体搬到了马克的床上，然后装作自己刚发现的样子，冲进卧室，对着马克就是一顿暴打，说你竟然敢碰我女朋友。马克那时候刚醒，喝断片了，啥也不知道，还真以为是自己喝醉了，无意中把卡拉给弄死了。事后普特拉还在演戏，马克吓得是跪地求饶。普特拉眼看时机成熟，就跟马克说，算了，你是我兄弟，我不怪你，咱们把尸体处理了就没人知道了。随后俩人就一起把卡拉的尸体扔到了楼顶的蓄水池里。镜头回到房顶，普特拉准备跑路的时候，马克这时来了，眼看小美要被淹死了，他赶紧劝普特拉说，别再杀人了，我们把小美放了去自首吧。普特拉怎么可能答应，说如果自首，你下辈子就在牢里待吧，反正人是你杀的。马克当时就犹豫了，毕竟他也怕坐牢啊。这时候蓄水池里的小美一句话直接让马克愣住了。马克一听当时就炸了，原来自己被这货冤枉了这么久，
自己还帮他藏尸体，差点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。他上去就对着普特拉一顿暴打，把普特拉打得鼻青脸肿的。这时的小美眼看就撑不住了，马克放过了普特拉，赶紧爬上去救人。结果他刚爬到一半，普特拉就从后面追了过来，直接给他扔了下去。马克从楼顶一头摔下去，当场就没气了。这时候普特拉以为所有知道真相的人都死了，他终于可以逍遥法外了。结果奇怪的是，那个蓄水池突然开始剧烈的抖动，然后砰的一声直接炸了，水花溅得到处都是。下一秒被卡拉附身的小美从水箱里慢慢爬出来了，那姿势那眼神根本就不是正常人。普特拉当时就吓尿了，扭头就跑，结果刚到楼梯口就看到卡拉的鬼魂站在他面前，前有卡拉，后有被附身的小美，普特拉直接被毒死了。最后卡拉从身后一把抱住他，就这样俩人一起从楼顶跳了下去，当场就摔死了。最后小美醒了过来，闺蜜最终还是放过了她。警察来了，把所有的事儿都查清楚了。你说这事儿冤不冤？卡拉本来好好的，就因为男友的误会就这么没了，最终变成了厉鬼，把所有害过她的人还有那些袖手旁观的人全都杀了。其实啊，这世界上最可怕的根本就不是鬼，而是人心。你看普特拉就是因为自己的嫉妒和误会，于是就杀了自己的女朋友，完事儿还冤枉自己的兄弟，为了自己活命杀了一个又一个人。小美其实也挺可恨的，她虽然没杀人，但是她看到闺蜜出事儿，自己竟然跑了，说白了也是表面姐妹，这人品也是不咋地。所以说啊，人在做天在看，只要做过的坏事总有一天就会找上门来的，躲都躲不掉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听雨，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